重要的关键时刻，习近平确定了不出席金砖峰会之后，今天有一幕上演了非常尴尬。这一幕是在中国的上合会上，伊朗的防长找上了中国的防长，伊朗防长跟中国防长说一句话，他说期望中方继续主持公道。这句话酸溜溜的。对比下来，北约峰会。当今天川普去找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这竟然是一个川普的大胜利。大家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之前川普过去找北约，不是要去来吵架的吗？不是说要什么事情要过来谈吗？但今天完全不一样。北约的秘书长竟然叫了一声川普 Daddy， 这一声 Daddy 让川普有多爽？爽到他竟然在白宫的网页上面分别放了一支叫做 Daddy's Home。爸爸回来的影片，你就知道川普的心里有多高兴。但大家觉得非常奇怪，北约之前这么抗拒川普，为什么这个态度一夕间突然的大转变？最有可能都是因为这一场中东的12日战争。当今天 B2飞出去，炸弹丢了下来，全世界都认知了一件事情：谁才是老大？这个老大就是美国。这就是为什么北约之前迟迟不提高军费，今天直接把军费升到GDP 的5%。所以这样看下来，当今天中东的战争发生之后 ，B2一飞过去，炸弹一丢下去，老大知道是谁之后，大家态度都变不一样了。照了这叫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当你现在看到呢，中国、俄罗斯以及北韩愁云惨雾的时候呢，没想到美国现在最流行的一首歌曲叫什么？Daddy's Home。Daddy's Home。我讲每个人都问 Who is your daddy？Who is your daddy？Trump is your daddy。为什么？因为呢，这是北约自己秘书长讲的。吕特跟川普说。我们 Daddy 呀，有时候说话会重一点。他们讲什么？讲乌俄战争。对，那川普就讲啦，他就讲说，哎呀，这个乌俄战争啊，就像两个小孩子啊，他们打架2-3分钟就打完了。结果没想到吕特，各位啊，我们没有委屈他哦，他自己亲口讲 Daddy， 他是用 Daddy 来去形容 America， 形容 Trump。所以当然我跟你讲，当场包括 Marco Rubio。笑到袂顶袂当，就这口到底是安那弄掉啊？你变了是不是？之前不是很呛，你怎么变了？对，那川普也龙心大悦嘛，舒服好不好？因为不只是口惠，实也有志。NATO 北约直接承诺说，把整个国防 GDP 拉到5%，所以美国人在多开心，你知道吗？甚至还真的哦，各位这不是哭手，也不是恶搞，你仔细看这个是谁发布的 ？The White House 后面还有蓝勾勾，白宫直接发布一个 MV。这个 MV 就叫 Daddy's Home。那至少你如果打开这个 MV 里面，你会一直听到一个字，你知道一直听到什么吗？什么 ？Daddy's Home，Daddy's Home，Daddy's Home。真的假的？真的啦，一直重复，一直洗脑。所以看川普多开心，龙心大悦。那为什么之所以会这样子呢？因为其实川普前几天才放了一首 MV。那这首 MV 是什么呢 ？B2， 它配上了海滩男孩的老歌，叫做 Barbara。And 那这首歌的从头到尾就是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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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叭 ，OK， 他前面就一堆叭叭叭，一直叭叭叭。那他为什么？他就在形容他轰炸的声音。对 ，OK， 所以从头到尾，你看有没有看到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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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首。对，那川普本来就因为这件事情很高兴嘛，但也是因为这个 B2 轰炸以及我们讲的 GB57奠定了川普在美国不管是军事或经济强国的基础之后呢，包括 NATO 整个风云变色。以前呢总是摆一张脸谱给川普看，结果现在呢每个都卑躬屈膝，多会拍马屁，要多会拍就会多会拍。来，川普跟他2个人坐在这边讲说。They have a big fight, like 2 children. 他就讲说乌克兰跟俄罗斯像2个小朋友，2-3分钟打完了，很容易阻止他们。结果完全没有人逼他哦，就是你现在看到这画面，你看一个一个字幕，就莫名其妙，这个吕特秘书长哪壶不开提哪壶说。就像 Daddy 一样哦，有时候呢，就是会对小朋友说重话，就后来被川普逮到了嘛。你知道川普怎么做吗？开始轰上逃，CK 轰上，strong language 啊 ，Daddy strong language 有没有？开始轰上逃说爽翻天了那个脸。本来记者马上问他说，吕特是你的朋友嘛，对不对？可是他叫你 Daddy 吕特说叫你 Daddy， 我想这记者也很坏。那川普就说，他说确实，他确实叫我 Daddy 啊，因为他非常喜欢我，亲切的喊我一声 Daddy。OK， 我当然是他的 Daddy， 笑容满面。如果不是的话，我会回来狠狠的揍他一顿。川普开始到处说我是吕特的 Daddy， 我是北约的 Daddy。OK， 所以你知道这照到连旁边的我们讲的 Rubio。
我讲 Rubio 真的是这个表情哦，管理失能，非常的不妥当。你看有没有看到？哎，你开什么玩笑？你国务卿呢？在旁边戳他呢？刚才很发抖。但我讲，因为吕特真的太丢脸。然后后来他赶快，而且他不只是讲他 daddy， 他说你是一个强人，你是个爱好和平之人造啊，这拍的又响又亮。对不对？所以人家没有委屈他嘛，他事后才说不是啦，我那个只是个比喻。好了，吕特，不要再凹了，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你的 daddy 是谁了。但坦白讲哈，为什么北约的态度呢？川普也变，那北约也会跟着变，因为其实他当时还记不记得，他离开这个我们讲的 G7 的时候。以及呢，他相关的要出境的时候，他心情原本不好，对，因为以色列跟这个我们讲的协定哦，这边明明讲好说不打了，那不打之后呢，又这边突厥 ，OK， 那川普那时候原本离开的时候，你看1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短暂的荷兰之语说，我来是因为我的职责所在，但我离开这里之后呢，感觉有点不一样了。来，怎么样个不一样法？我讲给各位听。本来的北约峰会对于这其中美国协防最核心的第5条，川普怎么说？取决于你的定义啊，第5条有很多种定义啊，照我这是要干嘛？翻脸哦，代表说我们本来是因为第5条我协防你，对，但现在我说定义我说了算哦，所以到时候搞不好我不协防你，他要随时翻桌的那种啊，因为北约这时候还没有答应军费上升啊，对不对？就军费上升叫 daddy 之后呢，他说这不是占美国便宜哦，美国协防他没有被占便宜哦，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保护自己啊，他们需要美国啊，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不是支持第5条，我人就不会站在这里。哎，这民秋嘛差变了，川普变了，说不一样就不一样。哎，川普也是川剧变脸。然后你看哦，开始了，他接受完这个5%啊，我们讲的 GDP 5%，还有 daddy 之后呢，原本还记不记得各位啊？他那时候去 G7 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对，去了之后，然后发飙。哦，真的哦，这是后来知情人士讲说他提前离开，因为川普说会议太冗长了，感到很不耐烦，就一直跟助理说，哎，战况现在战况怎样？后来就说 we have to go， 马上川普人就飞走。就这一次来到我们讲的北约这边哦，干嘛变成川普峰会？而且我看这个画面，我吓坏了，哎，北约真的是盛大哦，你看这个地方是哪里？这是富丽堂皇的，跟宫殿，这是宫殿哎。还用宫殿来迎接川普，这是多高规格？哎，超额不只是宫殿，还是谁？国王都来了，国王都来了。荷兰国王 Alexander 跟他的皇后跟他的 Queen 亲自接待哦。接待之后呢，在这个豪斯登堡帮他举办国宴，然后那整个美轮美奂。然后呢，整个过夜之后呢，国王还陪他干嘛？陪吃早餐，全程陪同哦，国王把他哄抬啊，好势啊，好势。OK， 他们说这是川普 VIP 行程，而且从头到尾的大合照他也占C位。OK， 然后议程哦，本来议程可能是8个小时、7个小时，但因为他们看到 G7 了嘛。他们很怕川普等下不高兴又走了，把那个议程给压缩到只剩两个半小时。然后你想想看，31个北约的领导人都要配合他。然后他们说，原本呢，这个我们讲的，他有这个峰会日哦，有一个商定文本，就这一次压缩到只有少少的5段。他说75年最短，为什么？就是很怕他会走。但结果你知道，川普反而一反常态。对不对？因为他们是怕他不耐烦嘛，就川普不是哦，兴致高昂这边哦，这个好漂亮哦 ，very beautiful，哦 ，very big。北约这一次真的是投其所好，都是川普最爱的那一些画面，什么有田园，有那种庄园，都是川普的最爱，也难怪要留那么久。兵工相向哦，你的川普什么都要是金的嘛，然后 amazing，fantastic， 哦，开始跟讲说，哇，这个好漂亮，大厅也有画作，水晶吊灯也好漂亮，然后什么都很漂亮，他就到处指，你看还有这种花园，对，后花园，就是耶，对，就照了，他全程待完了。对，傻眼，川普竟然全程做完，但是呢，就连一个人哦，欧白金马边北谁？泽伦斯基，泽伦斯基也变了。他之前不是跟我们讲吵翻天吗？对，现在也不是哦。你看哦，我们讲了，川普反而开始骂普丁，说：“哎，我跟你讲啦，不是泽连斯基的问题，普丁真的很难搞啊，对不对？一直很难打交道，是普丁要结束这场战争。”结果2个人也会面，然后会面完呢，谈了50分钟之后呢，出来之后呢，泽伦斯基也开始逢迎拍马屁，说：“哎呀，充满着感恩之情。”然后因为爱国者防空系统也来了，所以也送大礼啦。这边也给他。宇轩，这个画面也太吓人了。泽伦斯基不是每次都穿绿色的那一件，他穿西装了，对，他竟然穿西装了。当然，因为这个场合仪式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是正经800，对不对？来，你看哦，而且北约要干嘛？支援乌克兰呢？高达500亿17兆新台币的武器。换言之，你看整个美国跟欧洲现在的战局瞬间清扫。都搞定了嘛？什么事情搞不定？如果一颗 GBU 57搞不定，就投12颗、投16颗就搞定了，好不好？就现在反而倒大霉是谁？
中国跟俄罗斯。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深陷在伊朗泥淖里面啊。来，各位你看哦，这是5月24号的中国央视，这个主播他那时候讲到什么？演习史无前例，登岛一步之遥哦，他就说他跨一步就可以来到我们台湾了。OK， 结果炸弹丢完之后，时隔1个月，风云变色。诱骗大陆攻台，美国设新陷阱，哇，攻台变陷阱了！不是你说的吗？登岛一步之遥，不是你说的吗？对，本来说一只脚爱跨鬼流啊，现在一只脚过去，我贵有蛇，赶快闪！这样美容丽丽够，钻地弹真的很好用，你看丢下去之后，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来，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哦，伊朗跑到中国去哦 ，OK， 见他们的国防部长的时候呢，还给他洗脸。你知道他怎么洗脸吗？他说感谢中方对伊朗正当立场的理解跟支持，希望来各位关键字来了，中方继续主持公道上合。这句话有够酸，够酸！你中国到底要不要帮我主持公道？他说继续耶，不是伊朗已经被炸成个稀巴烂了，全部都一塌糊涂了。他说啊，你之前帮我公道主持很好，继续啊，继续啊。意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嘛，对不对？你要未来要这样做嘛，就完全哦，我没有看到中方的回应。哦，因为整个脸很尴尬啊，你就被人家洗脸啊。所以你看哦，从这些条件，你仔细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也好，俄国也好，我们讲的到所谓的北韩也好，这些以前大家戏称叫做邪恶轴心国的人，在2架 B2 轰炸过后呢，整个完全风云变色。廷慧，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哦，在这一次2个国家见面，包括伊朗，包括中国，伊朗讲话也太酸了吧，真是高级黑耶！主持公道之外哦，他说。缓和地区紧张，最后一句也是最好笑。他说：“希望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就算你没有作用的。”就是谁能够主持公道啊？今天来讲，北约秘书长吕特叫川普一声 “daddy”， 叫一声“爸爸”。其实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们2个小孩子在打架的时候，像他指的比如说像以色列跟伊朗在打架的时候，那爸爸出来主持公道，其实是对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中国你要当爸爸，不好意思哦，你有没有资格当爸爸？现在伊朗已经跑去找你了，对，那你要出来主持公道啊？你怎么主持公道？你去派像这个 B2， 你有 B2 吗？没有这个 GBU， 你去打以色列看看啊！而且以色列也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所以到底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效用，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哦，对国际事务来讲的话都是误判，然后他也不能去主持大局。所以你要想当霸权哦，你要当一个老大哥的意思啦哈。基本上你要有条件的，你要提出所谓的公共财的概念。什么叫公共财的概念？让人家享受这样的安全的概念。今天川普证明给大家看了，不是吗？川普为什么会被叫 Daddy 哦？其实你知道 ，Daddy 通常来讲是什么？有钱又有权，对不对？有钱又有权就可以当 Daddy。是啊，现在不是网络上爱骗的人讲什么 Sugar Daddy， 对不对？然后为什么要 Sugar Daddy？ 是不是要 Sugar 什么这个 Doctor 或者什么东西的，对不对？然后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川普的确在北约场合，他要叫北约干嘛？你们每个国家都给我出钱，你们所有的 GDP 给我拉到这个国防预算都给我拉到5%。结果呢，现在被叫一声 Daddy 之后，川普开心了，所以等下回去来讲，这个我可能 Daddy 要出一点钱也对啦。所以其实哦，吕特很聪明的。一讲，我告诉你，你这个吕特哦，他是当过荷兰首相，当过4届荷兰首相，他总共当首相当了14年，这是个老政客，你知道吗？他知道这个到底政治人物需要的是什么。那川普需要就是面子嘛，对，然后他又要得到里子嘛，对，那面子是什么东西？叫一声 Daddy 会怎么样？我会损害吗？这个吕特他会在整个北约场合上面会被人家笑吗？不会啊，说不定他就代表所有人的心声，你知道吗？倒不如有些人还可以跪下来叫他爷爷，不一定啊，不是叫 Daddy 而已、啊。爷爷。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吕特他本身哦，他是政治人物出身的，他知道川普喜欢什么东西。对，那你川普这样被一叫，拍谁啊？不好意思啊，回去好了，这个叫大家5%，那我就说一下，先暂时阶段性目标先到3%，现在其实大部分都到3%了、啊，对不对？然后3%之后，再慢慢加上去，加到未来来讲的话，以5%作为目标，那不就达成了吗？那美国又可以这个留在北约里面，因为川普扬言退出北约了。你知道川普以前转过在竞选期间讲过什么话？他说：“你这些北约国家，你如果不给国防预算不给我出到5%的话，我叫俄罗斯打你，我叫普丁打你们。”这个就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不见得一定要完全是协助你们嘛。对。所以今天川普来讲的话，出席了这场会议，我相信他会非常开心。但是事实上呢，吕特他们是什么？
输了面子，但是可能得到里子。那这些国家来讲的话，可能暂时就可以缓一下啊，我可以跟川普来这个negotiate一下哦，然后川普回去之后重新再打量说，这些国家我要怎么救他？但是事实上来讲哈，其实国际政治讲求就是实力。对，你看到伊朗这样一打下去之后，结果呢，当然现在伊朗跳出来了说，这是川普的一场这个表演啦。你知道这个哈米尼已经发布一个最新声明啊，最新声明，对，最新声明里面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整场戏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美国、以色列在那边演，然后呢，川普特别会演，然后事实上呢，伊朗是战胜以色列跟美国的，那当然需要讲这种话，因为他安抚人心嘛，安抚他伊朗内部嘛。那事实上，这个哈米尼都知道，你川普要演的话，那我哈米尼也跟你一起演嘛。所以当然吕特也在演，不是吗？演什么呢？就是遵从这个川普，然后接下来拿到真实的利益。所以我们知道说，接下来伊朗如果真如这个美国的相关的智库提到了说，未来要去投资伊朗，就是开发伊朗来讲的话，伊朗它真的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哦。所以廷尉，你这样一路这样讲下来，你看川普在北约大成功之外，习近平他完蛋了，他什么都没了。然后现在呢，包括伊朗、包括北韩、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他们信任也要慢慢崩解了吗？你看到金砖5国他不敢去了，对。然后呢，他其他的像上海合作组织来讲的话，是他的舞台。那他前些日子才参加，他们去弄出来一个中国跟中亚的高峰会议，这些平台都是中国自己搭的。但是中国似乎来讲的话，只要一出事就绕跑，那一出事就不敢承担大局。那这种方式来讲的话，跟那个渣男没什么两样吧，对不对？然后真正能够提供资源的，提供什么样的，对不对？什么事情一出现，我就来什么保护你，这些来讲的话，就是美国现在能够做的。所以事实上从这些事件、国际事务来看的话，你知道美国跟中国的国力真的是差太远了。现在中国你真的想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还早得很呢。于总，我们刚刚特别说，为什么这一次美国在国际的政治上面它大获全胜，而中国现在连一句话它都不敢吭？你看到这个画面这是今年2月9号的时候，他们还公布一件事情，我们有地下长城。这个地下长城是什么？金钟罩铁布衫，你怎么打都没办法破。结果 B2轰下去完之后，现在全中国都不敢讲话了。现在来讲的话，大家都看到了 B2的一个千里奔袭，而且带着这个巨型的专机弹炸下去之后呢，伊朗吞了，什么话都不敢讲，甚至呢要反击美军的基地，还要提早通知，还要告诉你说我们要过去喽，我们要过去喽。结果所有发射的导弹只有一个没有被拦截到，而那个没有被拦截到的呢，其实是打偏了。那你现在来看其实之前央视在25年2月9号就发布一个影片，这影片来说的话是非常的雄壮威武啊，他们打造了这个地下几乎是5000公里的一个蜿蜒地道。那这个蜿蜒地道上面来讲的话，你看做的那么辛苦，要放的是什么？其实要放的就是火箭军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洲际导弹。所以这是一个地下核长城。对，这个洲际导弹可以搭配核弹头，而搭配核弹头之后呢，你这样看只要任何有国家对中国发动攻击的话，这个就要升空了，这个就要垂直发射出去了。好，话说的是非常非常的昂香。问题是现在来说的话，你看到了美国去打击伊朗的 Fordo 之后呢，很难想象，难道真的是这么厉害吗？那还是说，你看这个是谁研究的呢？这个是美国乔治城大学他们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话可以看出来说蛮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说，他把这些地道有没有不只是保留下来，把它扩充起来，甚至它每个地道之间还互相的串联，像是什么？像是蜘蛛网一样。如果今天要来发射核导弹的话，它可以用火车过去来讲的话，所以它有一个地下的铁路网，对，地下铁路网。而它怎么做呢？其实这个图是非常明确的。你在山洞里面，然后呢，你在这个山腰里面，你有这个电风分析可以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你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填弹，或是回收核弹头。等到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出来到地面上，这个就离开了山区了。所以这个是哪里？这个就是这里。你从这个空拍图上，你可以看出来说呢，这个是央视他自己提供的，这个是美军他的一个空拍图。你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发射场域，过去来说，大家会想一件事情，那你要怎么拉到这个山上呢？没有人注意到一件事情，是说原来它的发射的东西是藏在哪里？就藏在山里面啊。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北京以外，还有山西省五寨、甘肃省的天水、陕西省的秦岭、河南省
那你等于整个都串联起来了，通通都是。那你要想想看，那这个东西你平常你要储存这些核弹头，那你平常里面那些人要怎么样过生活？其实过去来说的话，也曾经有曝光过，这个是他们什么火箭军的一个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都有这个电脑荧幕。那在这里面的话，你要怎么过生活？他们还有一个地下龙宫。什么叫地下龙宫？你在地下龙宫，它有几个枢纽。按钮按下去之后呢，你就是白天了；按下去之后呢，你又像气氛灯、环境灯一样，你就是黑夜了。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在30天在这个地下的碉堡里面，对，跟在地底上的生活是一样的。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灯。按下去之后呢，它就是白天；按下去之后呢，它就可以切换成晚上。因为如果你一直属于光亮的一个情况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荷尔蒙你会有问题。对，你没有办法一直是属于白天，你需要晚间的一个氛围、一个环境，你才有办法睡觉。所以地下龙宫是可以把它做成这个样子。甚至的话，你看哦，这个是什么？很多我们现在的 mall 不是都有这种个人的 mini bar 吗？唱 KTV 的，你也可以在这里面来唱歌，甚至的话还有 VR 的游戏机，你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来讲的话，火箭军我们所谓的2炮，为了做这些地下长城来说的话，地下龙宫它的生活区也尽量做到豪奢，也让官兵可以觉得说，坐在这个地方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所以面对这个 B2 轰炸机，现在来说的话，一个是最强的矛，到底连伊朗都挡不住的巨型钻地弹，那这个地下龙宫挡不挡得住？好，另外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真的是炸过去的话，那你要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伊朗到最后没有办法跟美国通上电话，然后呢要接收到6架的 B2、12个这个巨型的一个钻地弹？那就是因为伊朗他们怕被斩首，所以很多人都躲起来了。对，那现在来说的话，在北京的西南方30公里的话，美国也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小点上你把它拉大来看，它大概是直径大概4.1公里，这个是一个什么建筑工地？而这个建筑工地的话，不是一般的建筑工地哦。Financial Times 说什么？这是一个 huge wartime military。这个是什么？用来要做成是战时的时候 military command center， 什么意思？以后如果真的中美发生任何的一个战事的话，北京中南海拉到这个地方有一个4.1公里的一个战时的一个管控中心。对，那习大大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了。那你到这个地方去的话，你看这几个画面，看下去的话，它真的是大兴土木啊！而且不是一般人来讲的，你要起高楼，他做出来的事情应该是往地下去弄。大概美国观测有100架的起重机，100架的起重机可以说是要发展10几个小区，但是它往下做什么？它往下就是说，如果有潜在的核战争里面的话，你就要保护中共的一个军方的一个领导人。辉成，现在中国习近平的碉堡梦真的被 B2这样一轰下去，都已经彻底醒了。第二醒是什么？跟他的经济有关。你可以看到，过去美国有7巨头，帮他们经济赚了不少钱。中国为了要打败他们说我们也有10巨头，什么比亚迪啊这些，其中一个巨头今天不行了。美团优选说停就停，说倒就倒。郑和，我跟你讲，资本市场是最现实的，一个国家啊表现的好不好，这一场胜利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有时候资本市场最反映出它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像是 NVIDIA 从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竟然已经涨了11%左右，所以呢，今天又再度重新回到了一个市值王的一个宝座。那当然NVIDIA 最近自己有一些好消息，包括他们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一些订单啊，还有包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公司未来会跟更多的一些厂商来合作，然后推出这一些人形机器人。那我们来看嘛，你刚刚有讲到嘛，中国7巨头啊，最近都是这个被包条啊，那个美国的7巨头被包条，中国的10大巨头情况怎么样？真的是黑类的，一个比一个惨。你看啊，包括腾讯控股，包括阿里巴巴，还有小米集团，这几个之前的营运的表现都不是很好。那现在连到第5名的一个美团，竟然也发生外传本来是说倒闭，后来他们说没有啦，我们是调整体质哦。那现在调整体质是什么呢？他们就说美团旗下有一个叫美团优选的，它已经停止在福建、湖北、四川、江苏、北京他们多地的一个相关的服务，然后呢，在广东跟浙江这个部分是维持的。那所谓停止，你看现在画面上看到什么？他们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团购，然后在社区里面来经营的。结果后来是很可怕，他们本来之前就说哇，全部都
都是我们这个社区我来当团主来扣一个团，然后所有东西哪边从那个电商运到我们这边来之后，我再从这边进来去抒发配送这个部分。就现在就说这个相关的服务，社区的这个美团的优选已经喊卡了。对啊，他说停他就停了。我们刚才还特别讲哦，中国为了要跟美国7巨头来 PK。找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的10大公司，对，想说来跟你一较高下，然后结果没有一个可以打的。是我跟你讲，人家6月24号的时候，你刚刚讲到的美国7巨头市值来到18兆美元，结果呢，你的中国10大公司啊，你还比人家多了3间，竟然来到哪里只有1.6兆美元，1.6兆，是人家1/10哦。然后你刚刚我跟你讲，为什么美团优选这个东西是大会一个指标？事实上，它就是有一点算是我们自己市区里面的一个我们一起团购一起买，然后帮我们送啊这一些的，它可以说是生活中你要一些生活的什么日用品啊，然后农产品这些是最常使用到它的。如果今天连这一种最常使用到的都喊卡，这代表什么？代表着消费力真的不行。而且我跟你讲，它喊卡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6月23号上午突然公告，然后就是说，我们这边的服务终止了。结果它的很多的配送员还有消费者全部都措手不及。你看货就这样堆着，你看他们一大堆人，但是就心想说什么？怎么可能喊卡？他的脸，他说我怎么懵了1分钟我就失业了？对，他说全部都懵了，而且呢，他就是想到说，他们回到仓库本来还要整货的，结果你看直接就上千人就这样失业。他说怎么人都来了，结果跟你讲不用送货了，连招牌都拆了。突然之间失业这些人一脸这个懵样，而且你就在看，大家都等着怎么给一个交代，到底我们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是情况是怎么样？那所以我们发放，然后什么，反正大家简单一句话就是今天早上跟你说你不用来了，那完全没有告诉你那是不是之后的一些全部人都傻眼了。对，还有而且连这个招牌就说拆就拆，说拆就是好像怕多留1天要多付1天钱一样，反正就是让人家觉得怎么会这么措手不及。然后呢，所有的分拣司机也还在那边堆那边，然后开始拣货，然后心里想说，事实上大家就说你不用来了，可是货在那里。我跟你讲那个对一般每天来上班的人，他会顿失依靠，他会突然之间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然后再来还有商品全部都堆在那边，所以大家很多团长就说怎么会这样子，连一个预警都没有，就这样我们完全没有，而且你看货都堆在那边，你知道会形成什么样子吗？他就说以后这个他们就说我们帮你们送了，以后呢你们就自己再找其他的附近的点服务，这哪有什么附近的点，就只有你们。他说这一个经营比较资深的这个团长他说我们一天最多本来有300多个件在送现在呢竟然只剩下40件到100件收入也从原本的200-300块一天掉到只有40到80他说有数十万的货款收不回来，准备申请破产所以事实上这个情况事实上真蛮糟的那还有因为这个其实讯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美团是非常多的中国人在使用，也深入到社区，它走的其实是日常生活，并不是所谓的高端或者是多么贵的。如果连这样子的都已经就是终止服务赔的话，赔到没有办法继续赔下去你就知道他们消费力有多么不行。而且慧珍，你看他这一次美团他马上发公告出来，我们看到他说，同时退出部分亏损区域，以更高效的业务模式来满足消费者对好商品、好服务的需求。他说我这不是倒闭啦，我这个叫做局部业务调整，叫做战略转型升级。是他只差没讲一句去无存精而已，就是真的莫名其妙，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认为说，你这个好像只是暂时喊卡，没有，这搞不好就是一叶知秋美团这个母公司，这个可能未来的营运也真的是撑不了多久。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说？就是比亚迪嘛，对，10大已经倒一个美团，现在比亚迪它会变下一个吗？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还讲过就是说这个汽车业的恒大已经要成型了，对，比亚迪那时候很生气不是我结果后来这不就是你嘛？因为为什么你现在数字都出来了嘛？现在他们都讲比亚迪已经暂停部分的新的生产线的设计跟规划，还有什么他们的夜班已经减少了1/3，非常吓
人，你知道吗？他就说哦，去年比亚迪的销售总共472万辆啊，主要在中国销售啊，在中国拥有7个生产的工厂啊。那今年的目标本来是要生产要成长3成，来到550万。不是啊，那你夜班砍人你怎么生产？你现在看画面看到的，很可怕，这烂尾楼对不对？烂尾楼里面全部都是停着比亚迪。那现在被人家发现什么？竟然有媒体报道，中国的所谓的这种烂尾车啦，或者是零成数的二手车，全部涌入哪里？你看画面看到哪里？俄罗斯，老天爷啊！俄罗斯，对啊，你中国已经放这么多这种车，你把它都倾销到你好兄弟俄罗斯那里了，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想说找一个空旷一点的地方，然后呢，中国的零程车已经成功的攻占了俄罗斯哦。放上去全部都是，很可怕，在卡卢附近的停车场全部满都是。就他们都讲到，这是个0公里的二手车哦，因为呢其实非常烂，有风险啊，而且刚刚我提到嘛，你都挂牌上去8个月、1年都没有卖出去，所以车子的状况其实不好。所以呢，更大一个风险是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在中国卖的车子，所以他们里面的一些软体、一些系统全部都是给中国的用。你到了俄罗斯那边，你要改软体，但是你可能没有改，或者是改不好的情况之下，你就整台车锁住。没丁没当，你现在画面上看到是什么？就是把这一个零成数的车从中国再到了其他国家，再到了俄罗斯。那呢，但是比亚迪当然不会这样讲，他说没有，都是你们其他国家给我们课征关税啊，我们为了怎样，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好兄弟便宜请个便宜。就后来俄罗斯就直接说没有，我们没有要买哦，完全卖不出去哦。这哪是便宜？你根本是把垃圾丢到我家了吗？对，所以现在情况就是笑死，就是变成所有的这一些在中国已经乏人问津的车，就算漂洋过海来到其他国家，然后来到了这个俄罗斯，一样还是放在那边招蚊虫，然后吹风日晒，没人要。宇轩，我们刚刚提到哦，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面频频是被打脸，在经济上也被美国打脸。现在怎么样？检讨很重要。他现在检讨自己人，检讨什么？检讨年轻人。你可以看到哦，这个是官媒直接发哦，他说年轻干部是反腐的高危人群吗？你从老到从年轻，通通都在贪腐的。老的开不了，只好拿年轻人来开刀。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说年轻的这些官员玩心重，混着浊化水液，口大切磋，精神空虚。讲的好像你们年轻人跟东亚病夫一样，贪图享乐，社会交往复杂，生活不检点，都反正就是出来了。全部什么坏的事情都往年轻人身上用。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有一个案例。绝对没有委屈你啊！这个年轻的案例是干嘛呢？他玩网络游戏就充值了数百万元他拿公款充值，去储值。你不是拿自己的钱，拿公款去当氪金仔 ，OK， 氪金氪到榜1，还深陷网络赌博、直播打赏、奢侈享受。年轻干部年龄不大，职级不高，胃口胆子都不小。我想说，你们这些老屁股有资格讲这些年轻人吗？上梁不正下梁歪，好不好？而且呢，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贪渎没有敬畏，少了抵抗力。围猎面前缴械投降，所以他们给了一个数字：31岁到45岁呢，说是叫做高危族群，而且呢，高达55.95%的违纪案件都在这个年龄区间，都是年轻人干的。所以他们现在列了一个自我审查表，问这些年轻干部是否存在玩心重混日子这是第一点。整改措施，加强时间管理意识，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第二点，对于工作存在的心态呢，有时候只是为了满足完成任务，不追求更高品质的质量。这个叫自查清单。我现在说哪一个年轻人傻了会跟你承认我就是来混的，好不好？别闹了。但是这个具体个案真的很惊人。来，你看这个人叫做张宇杰，然后他面带微笑的对着镜头采访。那他是搞什么的呢？他是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换言之赵尔，你是要买这个我们讲房子，对不对？对，你就会拿着头期款去找他。对 ，OK， 因为中国的制度跟我们不一样，你就要把这个头期款汇到他们那个大水库里面，然后由这个大水库呢来出账。结果呢，2016年到2019年3年多的期间无数的人抱着钱去找他买房子 ，OK， 因为要登记嘛。结果呢，他都把这钱收下了。但请问一下，他有没有入账？完全没入账，没有入账，就是你捧着钱给他，然后理论上他要帮你打合约嘛，然后入公款嘛，然后帮你去买房子嘛，他把所有钱都汇到自己的账户里面去。OK， 3年都没人发现，6900万人民币。6900万人民币，然后最后呢，就全部坐吃山空，用公款的钱去付，但是钱都没有入，所以只出不进。那这些钱他拿去哪里呢？来，他的第一个诱惑是什么？
线上游戏，因为他那时候玩线上游戏玩到一半嘛，然后自己就卡关了嘛。对，那卡关之后呢，他就想说怎么办？哇，有充值大礼包哎，他就拿这个公款了 get 瑞，你知道吗？因为他存款已经没钱了 get 瑞，结果他就一直出值。一直出什么金装、银装、加9，我们讲的全部什么东西装备都来，冲到了榜1，他变榜1大哥，变成我们刚刚庭伟老师讲的 Sugar Daddy， 了不起，伺服器第1名。对，然后后来他就有食髓知味，因为他开始上面在交了很多，比如说什么网婆啦，然后交了很多什么女友啊，所以后面呢他开始奢华的生活。有一次呢，他就看到有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全球500张，你有没有看过游戏王？翻开覆盖，就是这一张，青眼白龙啊，他反正青眼白龙限量500张，然后一张呢不知道买了10几万人民币还多少钱，反正就是有够浪费钱，连这种东西他都给他去买。然后呢，你在他家你会发现更奇怪的东西，来，照这叫什么 ？Switch，Switch 嘛，对不对？那请问3台 Switch 叫什么？叫 Switch 3，他家有3台 Switch， 他是一个人3头6臂，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真的、这他从他家敲出来了，买了一大堆 Switch， 而且到后面呢，因为他开始有钱了嘛，所以开始碰轰了嘛，所以赵尔他已经不再沉迷于我们讲虚拟的世界，对，他要享受现实世界的荣华富贵、物质的生活。对，然后他就开始我们讲交女友，然后前后呢总共交了3任女友，对 ，OK， 我们讲了换得很快哦，然后呢开始送一大堆什么 LV 啊、Louis Vuitton。OK，Gucci 和 Hermes，OK， 他就送了一堆名牌 Loewe 给这些女友们，从手表、首饰到服饰，尊爵不凡，奢华享受。甚至是呢，有一次他们去了海南一家饭店，这家豪华的海底饭店，你坐在里面呢，就可以欣赏《海底总动员》，有鱼啊，有我们讲的海豚啊，什么就会在你的窗户外面游来游去。就是这里，一晚10万块哦，一晚10住万块，在这里1个晚上10万块人民币。然后一次住4晚，人民币10万，对，出来之后都变美人鱼了，好不好？有够猛，一次住4晚哦，这种咖。然后呢，甚至他还干嘛？帮很多这个我们讲的女友啊，或者是说帮自己啊，在上海租了一套房，然后月租呢大概3万5千块。你知道为什么他在上海租吗？对，他说我现在这么有钱，我要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感觉。OK， 我没有去享受这种荣华富贵，我内心会我们讲的或那个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说我这些贪污来的钱呢，花一花，我心头我才会舒爽。所以上海也租了一对房 ，OK， 每天搭高铁上下班，公务员每天搭高铁从滁州到上海这样上下班，然后呢各地也，他最后面其实他要收山哦。他来2019年还买了一套房，还要结婚了。对，用他女友的名字买的。但最后面你知道怎么变康了吗？因为2019年之后就是2020年。对。那2020年的时候刚好爆发 COVID-19。对。那爆发 COVID-19 之后呢，就没有人要再买房子了。那没有人要买房子之后，请问一下是不是坐吃山空？对。那个基金被他掏空了，用完了赵尔。基金6000万，这时候才发现，对，用完了才发现，然后他们就因为他开始一直出嘛，那个钱要一直出去嘛，后来呢才终于逮到这个人，然后最后面呢，整个从上到下严格惩处。但你想想看，中国的烂事岂止一桩，恐怕到处都有这种对青眼白龙游戏卡非常心仪的贪污犯。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